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已经困扰科学家几十年的有趣的问题：我们的银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但通过最新的科学发现，我们现在对银河系的形成已经有了更好的理解。让我们从宇宙大爆炸理论开始，这是最广泛接受的宇宙起源解释。根据这个理论，宇宙在大约138亿年前开始于一个极其炽热和密集的点，经过数百万年的扩张和冷却，产生了气体和尘埃的富集区，最终诞生了第一颗恒星和星系。大约135亿年前，我们的银河系开始形成，它始于一个被引力聚集在一起的气体和尘埃云团，称为原星系云。随着云团的坍缩，它旋转得更快，并变成了一个像盘子一样的形状。在这个盘子的中心形成了一团密集的物质，最终成为银河系的中心突起。随着原星系云中的气体和尘埃继续坍塌，它加热并开始形成恒星。这些早期的恒星体积巨大且寿命短暂，在仅有几百万年后就爆炸成为超新星。这些爆炸向星际空间释放了重元素，如碳和氧，它们后来成为地球上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随着第一代恒星的爆炸，它们也产生了冲击波，压缩了原星系云中的气体和尘埃，触发了第二代恒星的形成。这些恒星来自第一代恒星留下的富集气体和尘埃，并且比它们的前辈更小，寿命更长。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太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银河系继续生长和演化，其中的恒星开始绕银河系中心轨道运动。随着它们的运动，它们创造了在银河系盘面上可见的螺旋臂。螺旋臂的形成是通过引力和其他力量的复杂组合而形成的。当恒星和气体绕星系中心运动时，它们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会使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密度波。这些密度波是恒星和气体浓度更高的区域。当旋转的恒星和气体的引力与星系中心的中央星团的引力相互作用时，螺旋臂就形成了。其他因素，如暗物质的影响和星系内的磁场，可能也在螺旋臂的形成和维持中发挥作用。其中纷繁复杂的磁场在星际丝状物或骨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骨架环绕着银河系的螺旋臂。2015年的地基望远镜观测确认了排列在银河系臂旁的气体和尘埃骨架的物理特性。新发现表明，基于方向和强度的磁场既可以将物质从一个区域引导到另一个区域，又可以防止组成最密集区域的尘埃和气体在重力作用下坍塌。具体来讲，在活跃的恒星诞生密集区域，磁场倾向于垂直于骨架的长度，而在其他地方则更平行。这可能意味着来自较稀疏区域的平行磁场向密集区域输送物质。在密集区，尽管有额外的恒星形成物质，但磁场足够强大，可以限制重力坍塌。他们还发现了沿其他银河系骨架的磁场足以抑制除最活跃区域外的所有恒星形成，这样就导致了螺旋臂包含更高浓度的气体和尘埃，这导致更高的恒星形成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银河系的年轻炽热的恒星被发现在其螺旋臂中的原因。此外，天文学领域最令人兴奋的发现之一是大多数星系，包括我们的银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这种黑洞被认为是由一个质量巨大的恒星在爆发为超新星时形成的。这种方式会产生一个质量为太阳数倍的黑洞。然而，这个最初的黑洞相对于我们在银河系中心观测到的超大质量黑洞而言相对较小。经过近30多年的研究，天文学家们在找到了这个黑洞附近的一颗恒星，通过测定其轨道，确定了银河系中心黑洞为430万倍太阳质量。为了解释超大质量黑洞的增长，科学家提出了几种理论。一种理论认为，黑洞通过吸收其周围的气体和尘埃而增长。当气体和尘埃向黑洞坠落时，会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吸积盘，并以辐射形式释放能量。这种辐射可以减缓坠落物质的速度，使其被黑洞捕获。另一种理论认为，黑洞通过与其他黑洞合并而增长。当星系合并时，它们的黑洞也可以合并，形成一个更大的黑洞。这个过程被称为层次合并。
可能有助于超大质量黑洞在银河系中心的增长。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从质量来看，银河系中心的大黑洞质量还不到银河系质量的 0.0005%， 对比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太阳，其质量占到了整个太阳系的 99.86%。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将银河系的前一颗恒星固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呢？所有可见的物质是怎么聚集的呢？有研究指出，暗物质在维持星系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银河系。尽管无法直接观测到暗物质，但我们可以从它的引力如何影响可见物质来推断其存在。星系的外部区域的旋转速度比它们包含的可见物质数量预期的要快得多，这表明存在大量的看不见的物质，我们称之为暗物质。暗物质的引力作用抵消了可见物质旋转的向外离心力，有助于维持星系的稳定性。如果没有暗物质的存在，星系内部的引力将太弱，无法抵消向外的离心力，导致星系瓦解。换句话说，暗物质提供了必要的引力粘合剂，使星系保持在一起。不过暗物质的确切性质仍然未知，其检测和研究是天体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研究热点。最后，科学家如何研究银河系和其他星系的形成呢？一种方法是使用望远镜观测遥远的星系及其结构，通过分析这些星系的发出的光谱和多普勒效应，科学家可以确定它们的组成、距离和运动。比如，在2022年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成功升空和启动，就为我们了解宇宙中遥远星系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计算机模拟，根据物理定律模拟银河系的形成过程。不过这种研究方法目前还有很多争议。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希望您喜欢并学到了一些新的关于银河系形成的知识。如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